即便是顶级交易员也不清楚的知识盲区，为什么这个币没有上合约却也能开杠杆实现现货交易？现货杠杆跟合约杠杆有什么区别？稍有使用不当可能会被交易所拉黑，从此用不了。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彻底弄清楚什么是现货杠杆交易，并且会以币安 OKX 交易所为例，演示具体的交易过程，并且我们的交易指标平台呢也进行了大更新，请保持每日的签到以及新手祝福区的任务。这些经验值的话都将很快为大家带来空头效应，而且不是一次性的，只要我们的量化策略一直在跑，就会一直有空头，把平台量化的收益转化为 token 空投给大家，请大家拭目以待。更新的 SYP 系统的话也抓紧时间去申请注册，注册的话是需要使用到我们的注册链接的。那仅需要完成简单的任务，输入我们交易所的 UID 即可以获得对应的会员权益，解锁我们平台所有你能看到的指标功能。如果您是刚入圈的新人，可以使用我们视频下方的注册链接。OKX 交易所最强新人福利，数字盲盒手续费减免。币安全球第一交易所，我们的注册链接也可以享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。XT 交易所，全网合约最高返现比例 20%， 现货 49%， 以及我们协同币安 OKX 和 XT 交易所进行的独家签约的跟单交易，利用手上闲置资金进行跟单，可以让自己的利益增长最大化。以下是如何在合约跟单当中找到我们这一个平台。现货杠杆交易跟合约杠杆交易是有些类似的，但是现货杠杆交易是有现货通过你的账户进行买卖的，而合约交易的话并不持有任何的现货。如果你还不了解合约交易的话，没有关系，完全不影响你对现货杠杆交易的理解。那其实现货杠杆交易的话，就是通过借款来放大交易的规模。比如你手上有100 USDT， 使用了5倍杠杆，那总的交易规模就是500 USDT。同交易所所借出来的借款就是400 USDT。那当然了，杠杆倍数开得越高，可以借到的金额就越多，同时风险也会更大。而且借贷的话是需要支付利息的，利率的话你可以在借贷交易所当中查看。我们可以打开一下交易所给大家演示一下。我们来到 OKX 的虚拟盘进行交易，选取到的币种的话是 OKP， 在上段时间的话经历过代币销毁，导致币价从50一路飙升至最高200以上，让无数人暴富，纷纷将自己手中持有的加密货币转换成为 OKB。 简单剖析一下整一个页面我们左上角的话是 OKB 和 USDT 的交易对。如果你要选择其他热门的币种，可以在右上角进行搜索，这边是具体的搜索栏。刚开始打开这个页面的话，大家是看不到任何有关于杠杆的东西，我们需要在右下角的位置这里点击一下杠杆。点击完杠杆之后，你会发现上面的横幅也会相对应的进行更改。当前 OKB 的年化利率为 1%， USDT 的年化利率为 365%。 这个年化利率的话非常相似于我们做合约的资金费率。如果你对当前年化利率不太清楚的话，可以点击一下查看详情。它这里提供的最大可借币数量将是根据我们用户等级的借币限额、币种仓位梯度、档位限额、活期简单赚币资金池限额三者当中的最小值来进行确认。再返回到初始的页面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全仓跟主仓两种模式，我们已经在无数场景当中跟大家提到过了。在全仓模式下，风险由同一个账户承担，如果其中一个交易爆仓了，整个全仓账户都会爆仓，爆仓就是被系统强制平仓。那在逐仓的杠杆模式下，每个交易者的风险都是独立的，如果一个逐仓仓位爆仓了，不会影响到另外其他的一些逐仓账户，所以说逐仓模式下风险会更低一些。在这里呢，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，我相信很多观众他其实不知道。我们在做现货交易的时候呢，在这里有个手续费等级需要把这个进行开通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使用 BNB 来支付此次的费用，可以享受到 25% 的折扣。如果你没有勾选的话，那么你所有仓位下的交易都将照常扣除手续费。那是这个意思，所以要进行到一个勾选。那另外呢，不是说账户当中持有 BNB 就可以，我们需要在不同模式下，比如说我现在是主仓模式下，我就要把我的 BNB 从有钱的资产那个方向，然后转移到我们的主仓杠杆的账户下，这样才可以。那全仓模式也是一样的，无非就是划转到我们的全仓杠杆账户，现货的话就划到现货。这是一个小技巧，我们给大家分享一下。接下来我将以主仓的模式给大家进行演示。那同时呢 OKX 的话，它其实这个现货杠杆交易做的并没有币安那么好，因为币安还提供了此次的一个风险率那 OKX 的话它是没有的，并且调试不出来。
另外呢 ，OKB 的话也没有也不能作为一个合适的币种，就今天作为一个演示的币种，因为 OKB 的话，它这里已经显示了该币种已经达到平台的质押上限了，没有办法进行到借贷了。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我们现在将以币安来作为一个演示，我们将仓位更改成为主仓。然后这里呢，它这边提示划转已启用此交易对，需要先进行到账户的划转。那今天呢，我们作为一个演示了，所以我们就简单做一下好了，因为这里都是真金白银啊，不要就是轻易尝试。那我们进行划转之后呢，相对应的这个主仓的杠杆倍数是可以进行调整的，我们调整到倍数低一点，然后比如说5倍，然后确认一下，现在杠杆的话就是5倍。它这边旁边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计算器了，很多观众他其实对计算器就是没怎么用过，或者根本就不知道。我觉得是比较有用处的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算出我们当前的收益率，开仓价格是市价单啊，所以它现在显示的是我们在点到计算机那一刻的开仓的市价的。然后这里平仓的价格，我们觉得它可能会涨到11万，然后这里输入目标价格11万，成本的话是因为我刚刚只划转了1USDT 嘛，大家其实可以看到。那根据5倍的杠杆来说的话，我们就等于借了4的 USDT， 然后去计算一下，也就是说我们在比特币达到11万之后呢，可以拿到 0.07 的 USDT。同时仓位不要选择错，一定要选主仓啊，没关系，计算出来也是一样的。目标价格和强平价格，我觉得强平价格是值得一说的。这里呢，我们买了5的 USDT 啊，以结合到现在的这个价格，我们计算一下吧。现在的话，比如说它是比特币是108000，我们就假设啊，那我手中持有的话就只有5的 USDT 啊，那我5要除以108000，就是我要算我现在账户当中有多少比特币持有量，那也就是说0.00046左右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数量就是0.000。它会四舍五入啊，所以它这里目标价格就变成了0.0005左右。然后我们点击一下计算，当比特币的价格跌至102272的时候呢，我的仓位会被平掉。大家不要觉得像合约一样平仓也就平仓了，也就把这个仓位下所有的资金全部抹掉。但现货杠杆的话，并不是，因为你有一步是借款，你借的是交易所的钱，所以呢，你需要偿还交易所的钱。这种情况呢，被称之为穿仓或者是超额损失。通常在市场极端行情下会发生，例如价格瞬间暴跌，没有足够的买盘接手，导致平台的强逼系统无法在理想的价格破产，执行平仓。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，你抵押了一个 BTC 价值10万，开了5倍的杠杆，借了40万，也就是说手上你现在有5个 BTC， 但是有4个 BTC 是交易所借给你的。此时比特币价格下跌 20%， 从10万跌至8万。你手上总的资产价值就是5乘以8万，也就40万，刚好等于你借出来的这一个钱，对不对？那理论上来说，现在会出现平仓，那你不会欠款，也不会欠交易所的钱。但是此时如果市场出现闪崩，价格瞬间从8万跌至到了6万，那你的总资产的话就会变成5个 BTC 乘以6万，也就30万。那你等于欠了交易所10万，那这个钱的话，你觉得它会免除吗？一定不会，交易所一定会深究到底，并且规定所有用户必须偿还欠债。如果你手中就是你账户里面有其他币种，全部都自动扣除，就1毛钱都不会给你留着，并且呢，你还要偿还你的债务。相信屏幕面前的各位观众也和我一样，已经对现货杠杆和合约杠杆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。在这里我们再给大家补充一下。现货杠杆交易的标的是真实币，而合约的话只是跟价格挂钩。操作方式的话，现货杠杆是向交易所借币用来买或者卖现货。那么合约杠杆的话，它不需要借币，直接用保证金来开仓，放大你的资金。需要还钱吗？现货杠杆是一定需要的，借币之后呢，必须归还本金跟利息。合约杠杆呢，不需要借币，也无需还钱，但可能会爆仓亏完你的保证金。利息，那么现货杠杆的话，需要支付到借币利息，按小时或者是天来计算。合约杠杆交易的话，没有利息，但其实这个利息的话，只是转移成了资金费率了。那懂的都懂，我们在合约交易那一栏当中跟大家提到过很多次了。如果你不知道的话，可以观看我们合约交易那一期的视频。风险的范围就是爆仓时
现货杠杆交易的话，可能会出现负债，那要还给交易所。如果你不归还的话，你账户所有的功能都会受到影响。合约杠杆交易的话就比较简单，最多亏还你的保证金，不会欠交易所的钱。持仓的时间的话就是时间越长，利息越高，是针对现货的杠杆交易啊。那么合约杠杆交易的话，偏向于做短线多空双向投机的人。然后这里是风险提示等等，一句话总结就是现货杠杆等于借钱炒币，要还本金跟利息。合约杠杆的话是压住价格涨跌，只亏保证金，不用还债。不过这两种方式的话，我们在视频的末尾还是要做一下就是风险提示。任何现货杠杆、合约杠杆，只要是跟杠杆有关的，它可以放大你的资金，也可以让你亏完所有的本金，请一定要谨慎。